嗨，大家好，我们是探路者，进入你的世界。那我们今天又要来拍野菜第24集。那这一次呢，我老公会先去北部山上，然后去找一些野菜，然后不知道他会带什么回来给我吃，所以我们就一起去看看咯。走。因为工作的缘故，这次我们能够有机会走到北部的低海拔山区，希望能够找到平时比较少见到的可食野生植物。这一次的采集点是北投山区农友的田地，在这边呢可以看到平时少见的台湾天仙果，也就是非常有名的洋奶头哦。台湾天仙果呢，因为它有特殊的香气，以及民间传说有保健的功效，所以它常作为药膳炖补。它的根茎叶果都可以食用，非常的美味。洋奶头的形态呢是常绿型的灌木，因为它一样是桑科榕属的植物，所以它的叶子与榕树真的非常的相似。之所以叫做洋奶头，是因为它果子的造型长得像羊的乳头，并且摘下果实的时候会有白色的乳汁流出来，因此而得名。如果将果实切开后，它的造型与无花果也非常的相似，吃起来呢有类似芭乐的感觉，并且有淡淡的奶香味以及甜味。野生的植株呢，现在越来越难找了，建议如果在野外看见它的时候，可以不要将它连根拔起，只要采集一些枝条就可以了。那我们今天就采集一些回去来炖汤吧。在农友的田里面也可以看到一些仙草，其实仙草也是台湾的原生植物。早期的先民呢，会用它的茎叶晒干之后做成茶饮，因为受到了市场喜爱，所以它就商业化种植，并且开发出各种产品。仙草跟薄荷一样，都是唇形科的植物，长得非常的类似。它的花序呢是淡紫色的，非常的漂亮。在11月跟12月的时候，你可以欣赏到一整片的花，就有点像薰衣草一样的感觉。我们这次呢，就采集一些鲜品回去，再采买一些干薄荷来煮好吃的青草茶吧。现在在山壁上面看到的这个植物叫做狗干菜，它又叫做华九头狮子草。你可以在潮湿还有阴凉的环境下，或者树下看到它大量的生长。因为它没有苦味还有怪味，所以它是一个蛮好吃的野菜以及民间的草药。我们今天呢也采集一些回去。在狗干菜的采集地呢，我们也发现了大量的粉黄英绒花，它跟紫背草一样，是属于菊科的紫背草属的植物，那一样是可以食用的。因为是同属的缘故，所以它的造型呢也跟紫背草非常的类似，但是它的叶子呢给人家感觉有一种水润光泽的感觉，在花东地区呢也被当成野菜来招待客人。粉黄英绒花呢，大概在中部还有北部的山区可以见得到。那我们今天也采集一些回去。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植物呢，叫做海金沙。因为中药材会采集它的孢子，它孢子的颜色与质地有点像黄色的土粉，所以因此而得名。海金沙的叶形呢，非常的多变。你在地面上看到的一整串叶子，或者是说藤蔓，它其实只是一片叶子，因为那些看起来像茎的部分呢，其实是它的叶轴，而且它可以无限生长，所以它可以说是世界上最长的叶子，而且它还不断的在变长。那它的茎呢，则长在地底下。海金沙呢，一般有2种不同形状的叶子，一种是你刚才看到像羽毛状的营养羽片，另外一种则是我们现在画面看到非常漂亮的孢子羽片。海金沙全草可以作为凉茶，那它的嫩茎叶也可以当成野菜来食用。我们今天也采集一些回去来煮茶吧。青苎麻在中低海拔的路边呢，非常常见。它的叶子呢，充满着绒毛，摸起来粗粗的。
它叶子翻过来的叶背呢是白色的，在以前呢会用它来制作麻质的衣物或者是麻质的绳子，非常的实用。也可以加入糖水熬煮之后，跟糯米揉在一起变成草仔粿。那它的花呢是淡绿色的，非常的低调。虽然青苎麻非常实用，不但可以吃，又可以用来做成布料，但在人造纤维面世的时候，只剩下文化传承的功能了。曾经这样子有名的植物，但是现在却很少人认识它了。我们今天也采集一些回去来吃吃看它的味道到底怎么样吧。那这就是我们这几天收集回来的野菜。不过因为这是在北部采的，所以我们拿到南部的时候呢，它就比较有点冷了。对，那首先这个呢，这是青苎麻。那青苎麻我们会把它拿来穿烫一下，然后煮成那个烫青菜吃一下，看看它的味道怎么样。然后这边有海金沙，那海金沙我们会把它洗干净之后用来煮青草茶来喝。然后这边就是狗干菜，狗干菜呢我们会把它切一切，然后拿来炒青菜吃吃看它的味道。那这边呢是粉黄英绒花，我们会把它汆烫3分钟之后，把它的苦水去掉。那这个就是我们在那个北投的农园里面，农主给我们的羊奶头。那这个羊奶头呢，我们会拿来煮排骨汤，对，然后把它洗干净。然后这个是我们在北投采的仙草，那仙草拿回来之后呢，它就比较嫩。那我们会把它搭配这个干燥的薄荷，然后加上蜂蜜，煮成仙草薄荷蜂蜜茶。对，那这就是我们今天的野菜。那我们就开始来料理吧。那我们来处理这个羊奶头，因为这个羊奶头分量比较大，所以我应该不会全部用完。是吃叶子哦，整株可以食用。包括它的梗，所以我会把它洗一洗这样。还有这个，对啊，果子，它的果子。不就切断了还是这样？不要，就是剪你好煮的样子。一般如果说不要那个它的那个梗根那么多，然后乱七八糟，就拿那个什么中药卤包把它包起来。那梗根不要丢掉啊，全株可食呢，包括根茎呢，所以你把它剪成小段小段的。然后我们羊奶头呢，把它剪成小块之后，我们会用电锅来蒸煮，这样比较节省时间。好，那就用电锅来蒸煮。那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仙草，然后干的这个是我们去那个仙草店买的那个干薄荷，我们把这两个混在一起，这些仙草变成干品，太麻烦了，所以我们这次就用鲜品的方式来煮，稍微用水洗一下。在那边我们是有用那个山泉水有洗过，不过只是稍微冲掉一下。那么好，山泉水。再跟都可以啊，全都可以用。对啊。好，那我们仙草这一杯呢，会加一点点蜂蜜。这看起来那这就是我们的仙草茶。好，那再来我们来处理这个海金沙。海金沙我们会煮花茶，所以我们就把它洗净，然后把一些土弄掉。听说海金沙有一个特殊的香味。不知道它是什么味道，就试试看再知道。然后再煮杂草，就上了。然后这个海金沙非常的奇怪，你看了我们刚刚滚了那么久，然后我们夹起来看看，你会发现它还是原本的样子，有煮跟没有煮一样，它叶子不会软掉，然后也不会烂掉，连核化都没有，对，还是绿的，超奇怪的东西。很漂亮颜色，奇妙。它花也是蛮漂亮的，绿色的毛茸茸的，闻起来有点像地瓜叶哈。OK。菜的颜色不是都这个颜色？就马上条也是颜色很亮，听说就跟桑叶一样。
像不错哈，看起来好像可以。下结合。那我们来洗狗干菜。干不？对。然后我们把它的根啊那个弄掉，嗯就是它漂亮的嫩的拿来煮。你泡过水之后它复活了，也比较好看。好。好，狗干菜。狗干菜看起来不错，蛮漂亮的哦。来处理这个粉黄英绒花，不会啊。那你的狗干它真正是一道菜啊。可以理解啊。然后这个我们就煮水3分钟，再把苦水倒掉，然后再重新拿回来炒。继续哦。好，那现在滚了之后，我们要把那个苦水倒掉，所以我们准备把它捞起来。这就是它的苦水，这样会比较好吃一点。好像蛮有一回事的哈，蛮像样。那再来，这就是我们的羊奶头排骨汤，闻起来真的蛮香的哦，看起来不错哦。那大家来盛一碗吃吃看。好，我们已经煮好我们今天的料理了，然后这些食物都是从台北啊、基隆啊、北投啊，对。然后因为我在台北出差了好几天，然后再从那边带回来的。我觉得要找到这些野菜也不容易，很难找，因为有的东西要山上才有，对，看到赶快采。对。好，那我们就来先喝第一杯海金沙。噔噔。它颜色看起来像香槟色，蛮漂亮的，很适合用看的。对，还不错哎，它热热的喝就很像冬瓜茶，有个尾韵啊，不会甜这样，香香的，淡淡的。对，好像可以把这杯喝完。对，那就喝完吧。好，那我就干杯咯。不错，海金沙不错，还可以。第二杯一定好喝。第二杯就是我们常看到的仙草，然后这次我们仙草是那个鲜品，就是新鲜的仙草。对，然后我们把它加了薄荷跟蜂蜜，应该是蛮好喝的。闻着薄荷味就很舒服，有点像我们去外面买的，真的是仙草茶，只是没那么浓的仙草茶。因为它是鲜品，它晒干之后会变得更浓。然后我们是用鲜品，我们来不及晒干了，因为我怕我们晒干的话，其他菜就烂掉了。啊，就自己采就好了，干嘛跟他买？啊，因为我们没有啊，对啊。而且凉凉的是薄荷，对不对？对，凉凉是薄荷，然后搭配蜂蜜的话，鲜品也可以直接煮，就还蛮不错，不需要晒干。然后第三杯比较奇怪，第三杯是我们那个原住民还有以前的人，他们用来做衣服的麻的材料，叫做青苎麻。对，然后青苎麻他们一般也是拿来做超阿贵的一个好材料，然后拿那个糖啊。然后把它煮到焦糖色，像海苔酱这样，然后把它揉到那个糯米团里面去，变成超阿贵这样吃。这颜色也蛮深的。对，然后我们这次把它煮茶喝，看什么味道。闻起来是草味了。我刚喝是觉得好像菜汤啊，是菜汤加个布拉提就变菜汤。好像是那个芹菜那个味道，苋菜的味道。但是喝起来让我第一个感觉有点。刺刺的，刺刺的，对，就毛毛的，嘴巴里面会刺，感觉那微微刺刺的，微微毛毛刺刺的，就菜，我觉得是菜，对，它就是菜，我觉得还是做超好喝啊，它不适合喝变成不太好喝，好，那我们来试试看炒菜，我们最右边的这一盘就是狗干菜，对，然后我们就把它炒肉这样子。反正炒肉应该都好吃了吧？对，应该不会太难吃了。那试试看，不好吃的都炒肉就对了。对，我找一个看起来比较幼的，小小的试吃嘛。对，它是闻起来是一回事哦。闻起来好像蛮香的。狗干菜，吃咯。
好吃，好吃哦，狗干菜很不错好吃。哦。它这个真的是好吃的哦，不错，把它记起来。狗干菜好吃，好像有狗字都比较好吃，是不是？上次吃什么？我们上次吃一个叫狗尿菜啊，好像也很好吃哦。狗尿菜不错啊，狗干菜也不错，有狗都比较好吃，好像是这样子。好，那我们来吃这个。再来，我们来吃中间这个，可能会有一点苦味，我不确定。这个叫有点紧做张粉黄鹰龙绒花，花哦。对，它是紫贝草的亲戚哦。那紫贝草你知道我们之前吃的时候是有点苦的，对，紫贝草他们会拿来包水饺、包肉。那我们刚刚有汆烫过3分钟，把那个苦水倒掉，应该会好一点。好，这要有勇气，听到苦就觉得不行。很多野菜都是苦的。哦，有煮过就变好吃了，是不是？汆烫过苦汁就跑掉了。好吃。跟它比吗？它好吃。哦，狗干菜还是比较好吃，有狗还是比较好吃的。但它也不难吃啊，不难吃。所以粉黄鹰绒花也是好吃的。好吃哦。那你觉得它粉黄鹰绒花，因为它是紫贝草的亲戚嘛？你觉得如果把它这个味道拿来包水饺，跟一些很油的肉馅放在一起？可以，因为它有点偏干。哦啊，我刚好像油下的比较多，所以就油油亮亮的。那这样应该比较好吃。对，炒油一点也不错。如果没汆烫，应该会苦，因为有一点微的味道。也没有，其实没有，整个苦汁都不见了。对，因为你刚刚说会有苦嘛，所以我用你汆烫很久是不是？就一下下。其实真的是加肉就好好吃哦。其实我其实是在吃肉吧，不是在吃野菜。有吃过羊肉吗？哦，给拿彩是不是？所以粉黄鹰绒花有点跟它有点拿彩的感觉是不是？像。好呀，好，那你如果懒得买芥蓝菜的话，你就去找粉黄鹰绒花。可是重点是你找不到，不知道什么时候有，你还是去买芥蓝菜吧。对，对，因为我刚刚夹肉那个味道，芥蓝菜的感觉。好，因为芥蓝菜本身也会有点苦苦的。它没有没。因为你已经有汆烫过了。有啦，如果你多吃一点那个。微微的，但是是 OK 的。你 OK 大概就 OK 啦，因为你那么不耐苦了。对啊，哎呦，芥蓝菜哦。好，我觉得我最怕这个青苎麻，因为它刚炒的感觉就不太妙。因为我放了3天了，就看起来有点。好，还是你要配肉吃？我先吃原味啊。我知道什么菜加肉都好吃啊。对，因为只要油脂够的话，就不会难，就不会刮了嘛。应该这个菜本身就这样。毛毛的啦，有点溶溶的那样。然后它咬下去会，可能加了肉，炒了肉，有油脂啊，微微汁蛮多的哎。它是不是会吸汁？我觉得汤吸汤，因为它有点那种海绵的那个感觉。对，所以我看人家的做法是把它炒的熊熊啊，你要加一点干干，然后整锅弄得熊熊这样子。对，大概是那种有点像苋菜的做法。但是因为它本身就是毛茸茸的东西，所以你在咬的时候，它就是没有办法像他们这样这么滑顺。对，然后你就要稍微，它可能纤维质比较多吧，咬久一点。还是那是我踩的问题？不知道哎。你里面有没有花穗？它花穗吃起来花穗是谁啊？就是绿绿的那个。谁？绿绿茸茸的那个花穗，不知道吃起来什么感觉。很大嘞。你就是我要找一个。我是很好奇，它花穗会不会比较好吃？花好吃，就毛茸茸的，少一点。比较不毛，但是好吃吧？可以啊。但我觉得很奇怪的是，已经被那个了你。我觉得现在拍野菜对我来讲简单，就是什么味道都不怕了这样。那这样青苎麻算好吃的，那它就是原住民的野菜呀，怎么会难吃？对啊。我今天挑的物种都算不错。最后一道就最期待的这个羊奶头，名气很大。羊奶头。可是你知道羊奶头，我们去那个很多山里面，对，他们基本上有野生的，但是不好找。然后外面是有在种，有人在种植，还有在卖的。然后我们这次可以采得到原主给我们的，算是蛮不错的。
它真的好喝哎，它有它自己独特的味道。然后我觉得加排骨这样油脂啊，然后这样整个起来很搭哈，很搭。然后它也是对身体很好的一种药草，所以如果你们那我多喝一点。有机会看到野生，当然也是可以采回来自己煮。对啊，至于羊奶头什么功效，这个可以自己去 Google 一下。对，我们也是不能讲。哦，这好喝哎。不错，等下还可以留给小孩喝啊。对，那个对小孩也不错。这草能吃吗？草可以吃吃看啊，如果咬得下去的话。不好吃的，瓜吧。吃到好吃的就觉得它应该就是它的那个叶子比较瓜了。对，它就没有这么好吃。但是煮汤不错。对，这真的好吃哎！今天我觉得都没有雷。今天都是好吃的菜，很棒，太棒了！你今天所以台北的东西比较好。应该不是这样讲吧？是因为说我们以前前20几集的都是采平地的啊，我们这次是遇到一些比较半山腰的植物。所以越往山上去越好吃，会有不一样的植物。对。然后我是想说，以后我就是依照这样的方式来拍摄，就是如果我出差，然后有看到什么特别的植物，我就把它先采回来。然后我教你们大家一个不错的保存方法，我是把那些植物给它先给它晾干。对，晾干之后用报纸包一包，然后冰冷藏，这样子冰2到3天都还可以撑得住哦。对啊，不用洗，不要洗，听说洗了就会烂掉。对啊，如果你们有那种很会保存野菜的达人，当然也可以教我们教一下。对，然后我们用这样的方式就可以把一些外地的野菜带回来，不然有时候我们要在台南这边遇到那种品种，我觉得很难啊。对啊，有的就是没有那个东西啊。对，所以我们这种拍法应该还不错，第一次这样子拍呢哦。对啊，不然就是要像上次去住到部落里，但有时候在部落里面就是不一定有瓦斯炉什么，不方便。对。这样也是一个方法，那推荐给你们，如果有看到可以采来吃看看。我觉得今天的真的还不错。对，我觉得狗干菜可能平常公园会有哦，真的，因为我曾经在公园看到，但是有时候看到没有采，它就被除草就被砍掉了。对啊，然后像青苎麻好像山边很多。对，这都不错啦，看到可以采。我没想到青苎麻好吃，我本来以为青苎麻会有雷，因为它看起来就是很刮的感觉。对，它就是看起来就不好看啊，然后用叶子又长着头也是很好吃，好不好？对，然后叶子又粗粗的这样，本来以为它会超难吃，因为之前有不知道什么菜就是这样，看起来粗粗的，然后炒一炒，然后难吃，超难吃。对，我上次炒了那个鸟茸啊，它可能我们找的叶子比较老，就想要在吃什么皮革，就不知道吃什么，难吃。你在讲啥？好，那这就是我们这一集的野菜。那喜欢我们频道，记得帮我们按赞、订阅，还有分享哦！不要忘记打开小铃铛。我们是探路者，进入你的世界，拜拜。